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凯和谭松韵不搭，禁欲男神的9位荧幕情侣，最配的还是他。向风而航大结局啦，不过反响也就那样呗。好多观众都吐槽说谭松韵到底是不是合演机长呢？对于王凯呀，大众大多都挺满意的呢，毕竟演那种不苟言笑的铁血上司顾南亭，他可拿手啦。还有啊，对于那2位男女主角的 CP 感，那也是大伙争论不停的一个事儿呢。他俩差8岁呢，按理说挺合适的，可就因为谭松韵长着张娃娃脸，瞅着就稍微有点不太搭。有着禁欲系男神名号的王凯出道到现在17年啦，作品挺多的，搭档的女演员也不少呢，但真正跟他有那种 CP 感觉的女演员可不多哟。今儿个呀，8点半把王凯出道到现在搭过戏的9位女星给整理出来啦，瞅瞅到底谁最能让他有那种酥感呗。1. 他来了请闭眼 vs 马思纯，登对。王凯2006年就出道啦，他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男演员呢，都出道第8年了才靠着演《琅琊榜》火起来的。不过呢，在这部剧里他组的 CP 是个直男胡歌呀。第2年他主演的《伪装者》火得不行，又冒出了何靳东的新 CP。同一年呢，火起来后的王凯开始拍偶像剧啦，那就是跟马思纯、霍建华合作的《他来了请闭眼》。剧中啊，王凯演了个特桀骜不驯的刑警李勋然，就仗着自己长得帅，做事干练，可收获了不少迷妹呢。可李勋然压根就吸引不了女主角简瑶呀，马思纯演的那个，她早心有所属啦，喜欢上男主角薄敬言了。所以呀，王凯在那剧里可挺深爱着简瑶呢，可就是没法得到，结局挺遗憾的。嘿，那时候的马思纯27岁呢，而且身材那可是保持得超棒的，正处在状态最好的时候，简直就是颜值的高峰呀，跟王凯还有霍建华站一块儿，都挺般配的。戏外呀，他跟王凯一块儿拍了一组写真呢，可好看啦。2. 韩秋欢乐颂，如果蜗牛有爱情 vs 王子文，完美。要是说马思纯跟王凯那俩人的 CP 感还行挺浓烈呢，可他跟王子文的互动那就更像是真入戏啦，并且他俩之间的缘分还挺深的。2006年呀，从中戏毕业的王凯拍了他首部电视剧《韩秋》，就这么结识了同剧组的女演员王子文呗。那时候的王子文刚入行呢，可倒挺幸运拿到女主角的剧本啦。王凯在里面演他的爱人叫黄元尚，那时候俩人就有吻戏啦。接着呢，他们在演艺圈都晃悠了一阵子，过了9年又碰到一块儿啦，然后就2次搭档拍了《欢乐颂》。这次呀，他是那机灵的很的富2代曲筱绡，他呢是风流潇洒还带点闷骚的医生赵启平，他俩这一搭可真是噼里啪啦火花直冒，成了当年特别不能忽视的荧幕最佳情侣组合之一呢。王凯身高1.82米，跟那身材小巧的还不到1.6米的王子文站一块儿，反倒有种奇特的和谐劲儿。他俩演技也挺自然流畅的，粘在一起完全不会让人出戏，也不油腻。第2年呀，他们接着就一块儿合作《如果蜗牛有爱情》啦。剧里他俩演的人物设定跟赵启平和曲筱绡那完全不一样，可这故事照样挺感人的。那肯定啊，王凯跟那么多女明星搭档过，要说最有 CP 感的，真就王子文啦。3. 女人的天空 vs 蒋欣，悬疑。女人的天空是在2011年拍的呀，可就因为各种事儿，直到5年之后才播出呢。所以呢，这部片子就剩下男主角王凯和女主角蒋欣，还处在比较青涩的时候。剧中呀，王凯演了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吴大维，蒋欣演的是80后女大学生村官方兰心，可他俩没啥感情戏呢。
他们俩二次合作就是上文说的那个《欢乐颂》啦。可实际上呢，在那部剧里他俩没啥太多交集，就私下里关系还行，所以就传出绯闻来了呗。蒋欣之前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过和王凯的亲密合影，还配文他说他喜欢我。接着呢，蒋欣又把他自己穿婚纱的照片给发出来啦，这下弄得大家都还以为他俩已经悄悄隐婚了呢。嘿，那绯闻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呀，居然还有人拍到王凯好像跟蒋欣住一块儿啦。不过呢，那段绯闻呀，随着他们合作结束就慢慢没啥动静啦。至于俩人戏外到底有没有真有过一段感情经历，那就成谜啦。4. 放弃我，抓紧我 vs 陈乔恩，尴尬。事业特别红火的时候呀，王凯总算是摆脱了男配角那尴尬的处境，开始独自挑大梁演电视剧啦。《欢乐颂2》热映的那一年年末呀，他主演的时尚都市剧《放弃我，抓紧我》开播啦。跟他在剧里谈恋爱的女明星是比他大3岁的陈乔恩。王凯这回挑战的是那超有才华的霸道总裁，跟女主角厉薇薇有着相爱相杀的商业争斗以及情感上的牵扯。不过这部剧反响不咋地呀，那些看了2集的网友直接就大骂，油腻得很，还浮夸，特别俗套。并且呀，37岁的陈乔恩那时候正处在痴迷玛丽苏作品的时候呢，因此口碑也就那样。就因为这样，王凯和陈乔恩的那种 CP 感觉呀，都被疯狂吐槽的那没啥意思的剧情给消耗的差不多没啦，反倒还让人觉得挺尴尬的。5. 大江大河 vs 周放 vs 杨采钰，为何？嘿，能这么讲哈大江大河，那可是王凯的转型之作哟。通过这部剧呢，就让观众瞧见他身上更多的可能性跟可塑性啦。宋运辉这角色呀，从一开始出身不行，老受歧视，靠着知识来改变命运，最后成功逆袭啦。王凯演得可到位啦，演技超厉害呀！看的时候，观众压根没往赵启平或者陈意度那儿联想，那可真是实打实的巨抛脸呢。因为这作品有2部呀，所以搭档的女演员有俩，第1部里是周放，第2部里是杨采钰。先讲讲周放呀，她虽说算不上1线大明星，可演技那是相当厉害，气质也很特别呢。她演的程开颜，就因为出身、性格那些人设方面的原因，老被人吐槽，但她演的真挺不错的。也就是跟王凯的 CP 感排行吧，毕竟契合那个年代的特点挺难的。不过呢，周放接受采访的时候就直说过，跟凯哥演感情戏可紧张了。到第2部啦，周放演的程开颜因为太无理取闹就下线了。宋运辉的第2任老婆梁思申出场啦，是杨采钰演的。但就观众来说呀，好多人觉着杨采钰的演技不行，把那海归精英梁思申演成娇里娇气还任性的90后了。但实际上呀，原著里呢，梁思申是在特殊的70年代长大的，有好多那时代遗留下来的特殊经历呢。可杨采钰可能不太能理解那些很深的背景，所以在还原人物这方面就有差别啦。所以呢，杨采钰和王凯他俩对手戏没啥亮点， CP 感也不咋地，特别别扭。6. 猎狐 vs 王鸥，李志。2020年呀，王凯可忙啦，还特别火呢，先后有好多部作品播出呢，像跟王鸥2次合作的那部电视剧《猎狐》也在其中。上次呀，他俩一块儿合作演过《琅琊榜》和《伪装者》，他俩之间压根就没对手戏，可莫名其妙就传出绯闻来了。后来有厉害的网友仔细挖掘，发现当初在宣传《琅琊榜》的时候，他俩的互动就挺甜的。到2019年7月的时候呀，媒体又拍到他们牵手还亲密聚餐呢，就这么被当作恋爱的实打实证据啦。可后来就没啥下文了。第2年呀，他俩一块儿合作了电视剧《猎狐》，所以有些粉丝觉着
上回那牵手聚餐呀，其实就是俩合作伙伴之间挺正常的聚会呗。嘿，猎狐里呀，王鸥跟王凯可有感情戏啦，他俩可都是职业警察呢，所以展开感情的时候就显得挺冷静的。也有人觉着王鸥在这剧里的感觉有点像王凯的姐姐似的，并且呀，他俩给人的感觉那都是挺理智的，所以恋爱的那种感觉还有共情能力也就那样呗。7. 清平乐 vs 江疏影硬凑。2020年开播的那部古装剧《清平乐》里呀，王凯的女搭档换成了跟谁都没啥 CP 感的江疏影呢。嘿，要说王凯合作的那些女演员呀，除了王子文，其他人的 CP 感真不咋强呢。粉丝觉着那是因为他本身就是那种禁欲系的代表男神呗。所以在《清平乐》里呀，王凯和赵丽颖那感情戏没啥看头，甚至有人直说他俩一块儿不是吵架就是说国事。就算是甜蜜的吻戏，他俩搁一块儿看着都好像在较量似的。8. 向风而航 vs 谭松韵反差。向风而航讲的是当下挺流行的那种高精尖职场剧，刚开始女主角那人设不太讨喜呢，但随着剧情发展也就慢慢成长啦。因为谭松韵她一直走的是那种邻家女孩的路子呀，所以忽然演个飒爽的女机长，网友就会觉着不太对劲呗。那跟男主角王凯的 CP 感肯定有呀，毕竟他俩一个像不苟言笑的魔鬼教员，一个像叛逆机灵的新手机厂，搁一块儿能产生反差萌呢。因为是他俩的吻戏，瞅着还挺甜呢。这作品整体也没走那种类似题材作品的小清新路子，可比那些悬浮在天上、台词油腻的玛丽苏大戏好看多啦，所以照样值得推荐。王凯虽说走红后拍了不少戏，但他的绯闻着实不多，演技还一直不断提升呢，是个挺踏实的男演员。至于在荧幕上到底跟谁更搭，咱吃瓜群众呢，就茶余饭后消遣的了，别太较真啦，大伙理性追星哈，不喜欢也别乱喷哈。